走进中国银行博物馆天津分馆，我原本以为会看到一家银行的成长史，但当我在展厅里慢慢走完一圈，我意识到，这里讲的其实并不是一家企业如何壮大，而是一个国家如何组织资本、组织工业、组织未来的过程。空间是安静的，展柜里的票据和账本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能力的形成。金融体系的建立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故事，它往往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我们习惯把银行理解为存款、贷款、结算的机构，但当时间被拉长到100年尺度，银行的角色就会发生变化。他们既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也嵌入国家主权结构当中。博物馆的叙事主线是金融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这条线索也可以被理解为国家能力的100年构建史。天津有好多中国第一，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只手表海鸥手表，还有照相机，这个电梯都是天津制造的。在展馆里，我看到关于天津工业发展的介绍，提到许多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北京牌，中国第一块手表海鸥，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品牌飞鸽，中国第一批照相机71牌，以及中国电梯制造的起步与扩张都在这里。这些名字往往被当作工业荣光被我们记住，但如果我们再往前追问一步，会发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这些工厂从构想走向规模化生产的时候，资本从哪里来？风险由谁承担？信用如何建立？一个国家要完成工业化，必须解决3个问题。第一是资本集中能力，把分散的储蓄组织起来，形成可以投入重资产行业的资金规模。第二是信用体系，让交易在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安全地发生。第三是长期融资能力，因为工业扩张往往需要跨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投资周期。银行体系的形成正是对这3种能力的制度化回应。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那些制造业的第一品牌，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企业家精神和技术的突破上，但真正支撑他们持续扩张的是背后的金融组织能力。银行不是简单的资金中介，而是把社会资源重新排列组合的枢纽。当资本可以被系统性地配置到工业领域时，国家的产业结构才会发生根本变化。工业规模扩大之后，金融就不再只是市场问题，而开始成为主权问题。货币发行权属于谁？清算体系如何运转？外汇储备如何管理？这些都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当中的位置。当金融体系分散而脆弱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决策空间会被外部力量压缩。当金融体系稳定而自主时，国家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发展节奏。在近代历史的语境下，金融体系是否独立，往往决定了国家是否真正独立。银行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更是制度安排的一部分。他们参与财政体系的运行，支撑贸易往来，维护货币信用。当我们讨论民族工业、国家崛起时，背后必然伴随着金融体系的逐步成型。金库，这是以前存放那个现钞跟应该是黄金的地方。金库，博物馆里陈列的账本、金库和旧式办公场景看似静止，却在提醒我们一个事实：信用并不是自然存在的，他们需要制度去维护，需要规则去执行。金融秩序的建立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体现。一个国家能否把金融纳入统一框架之中，决定了它是否具备组织资源的能力。在展馆2楼，我看到一间极具欧式风格的大会议室，高挑的空间，沉稳的陈设，古香古色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电影的镜头之中。但如果把目光从装饰转向结构，就会发现这不仅是审美风格，更是制度形态的空间表达。
建筑真的是太漂亮了。银行的实木给人感觉就非常的厚重华贵的感觉。银行管理体系的形成需要清晰的决策流程，需要风险控制的机制，需要层级的分工。会议室不仅是讨论事务的场所，它象征的更是一种现代组织结构的成熟。当金融体系开始制度化运转时，它就不再依赖个别人物的信誉，而是依赖规则本身。决策、审议、监督，这些看不见的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资源如何被分配。空间会反映权力结构，银行的会议室与工厂车间不同，它代表的是对资本流向的判断与规划。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使得国家可以通过银行体系实施更长期的战略安排。金融从私人交易的工具，逐步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工具。当一家银行的100年历史与国家工业化进程、民族独立进程、城市发展进程高度重叠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企业成长的故事，而成为制度演变的一部分。金融开始承担政策性任务，参与产业升级，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协助国家战略布局。在这个阶段，银行的角色已经超越利润最大化，转向国家整体利益的协调。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消失，而是意味着金融体系被嵌入更大的国家框架之中。资本流向不再完全由短期收益决定，而与产业结构调整、长期发展规划紧密相关。金融开始成为国家工程的一部分，它既要保持效率，也要承担稳定功能，既要服务企业，也要服务国家。那些安静的展柜、复原的办公室、陈列的票据，构成的是一条100年金融史。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条国家能力成长的曲线。金融如何被组织，信用如何被维护，资本如何被配置，这些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今天我们谈金融，往往聚焦在利率、汇率、资本市场的波动，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就会发现金融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收益，而是组织能力。它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短期的波动转化为长期的建设，把个体的储蓄转化为国家的生产力。走出博物馆时，我再次回望那座建筑，它看似记录的是一家银行的100年历史，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完成自我构建。金融不是附属品，而是结构本身；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舞台框架。金融从来不只是生意，它是国家能力的组织方式，是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当我们理解这一点，再去看那些展柜里的历史文件，就会意识到它们并不属于过去，它们构成了今天秩序的基础。一家银行的历史映射了一个国家的近现代金融史，一家银行的发展见证了一个民族从苦难崛起并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一家银行的未来寄托了一个国家银行业积极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光荣和梦想。